来哟！好，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个要怎么开？这个对。来，到了我们直播时间了哈，各位朋友，非常欢喜，又到了每个礼拜三，我跟我们廖主席在直播跟所有的铁粉、好朋友们见面哦，这是几礼拜期待的日子，嘛是我上快乐的所在，又跟大家在一起了。我是富国党的秘书长舍利子，也是富国党的主席陈凯丽，底下给大家问候，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这次524的活动多亏了陈主席了哈，这个都是他在跟那个中正一分局协调，他们刚开会回来，我跟他不熟人当然了，因为我们分工的比较那个啦。这个事情是这样啦，我有跟廖主席说的啦，就是我来执行啦，决策的部分我来负责啦。为什么？因为台美党刚成立说实在，台美党的那个热忱的朋友足多啦。所以大家拢是望主席廖主席会使来发导一切嘛，所以我来讲我来走啦执行的工作我来走，你负责听大家意见了，你来做一个决定安尼啦所以我两个其实有分工的啦，主要我嘛是体谅伊逐天咧直播咧为着咱台湾咧拍拼我来使去叫伊活动搁规工去招总这个协调的工作对吧？像台北中正一分局因非常的重视这个工作，特别要求咱相关人员拢去因迄分局阮昨就是去开一个协调汇报嘛。我甲伊讲，我这个活动台美党成立第一届户外的大型活动，就选伫这上有代表意义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伊就甲问讲你迄舞台安怎，问迄总统，我讲我迄舞台我就是要比照迄个顶一届罢免。期间的时阵，咱咧八奖我们是有底下办一场迄个罢免的大型的，足大。迄个舞台都足气势磅礴，迄背景足悬的我讲我就是要大型种的舞台安尼，哇！因大家拢拍手叫好，厉害厉害！在台美党有架势，台美党有勇气，好安尼。所以各位，你们要跟人家在当天要出现了，你若无出现了，这都来顶这么大的舞台，如果人出来的不够的话。但台牌就绕亏了，真的很绕亏因为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嘛。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就是我们的敌人正在瓦解我们的军购嘛，我们要让我们原地缴械投降嘛，让我们的子弟兵赤手空拳跟中共对抗，你们于心何忍？台湾人民每个人都很担心但是你又不愿意站出来，叶公站出来有什么留言？拍谁我跟你讲，各位，如果我们那天站出来20万，我跟你讲，这些立法委员全部会收手，因为他们都是要选票的，好吧？这就是我们民意的展现嘛。我们除了投票，我们就集会游行嘛，这是我们唯一2个展现我们民间实力的地方嘛。而这个是关系到整个台湾的生死存亡各位，所以刚卡出来，对的意义就重大，非常非常的重大。我们就要保护台湾这一块土地。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都他们就要这样做，我没办法。有办法是你愿不愿意参与，好不好？愿不愿意参与我应同安尼甲大家报告毕竟咱2365万的咱台湾乡亲毕竟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讲实在，伊就感觉岁月静好，你知道，伊对政治伊都无什么敏感度，其实说。白一点现在的两岸其实就已经处在一个战争的状态之内了不是在状态外其实现在两岸都真正的在战争了，只是这个战争还没有走到就是那个飞弹对不对？无人机那个大炮什么舰艇底下你来我往现在是完全是没有烟消的一个政治作战，这个非常严重。你若好朋友，你老伫迄个玩那个 trade 你去看，你就知那个几乎95%都是中共的网军。他们现在那中共是编很多的预算给这些网军，专门你上去看就知道，随便划一下95%的都是在骂我们
的总统赖清德总统，都是用那个 AI 生成的那个图片在丑化赖总统。那丑化赖总统就是在丑化我们台湾人嘛，就是在丑化我们台湾嘛。他就是要让台湾有好大一部分不关心政治，规工岁月静好一定的吼，伊就是要互伊潜移默化给他影响，你知道，让他们感觉哇，台湾实在是非常差，哇，这个大陆中共非常好。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会潜移默化去影响有影响的人。你刚才你的左邻右舍，你跟你的身躯边的朋友，我相信很多人跟我的感觉一样。三不五时你就听到你身躯边的朋友在讲，哇，中共那边吼，因这个什么很发达，因什么足好的，哇，讲来讲去都万谈咱台湾真的是足落后的。我跟你讲，他们那种人就是潜移默化，就是被网络上的这些中共的网军这样吼，一点一滴啊，大家给你洗脑。我跟你讲，你是不知不觉被他洗脑。我跟金章是在大陆做行李，这样这年，我们是最了解大陆的状况哈，不是讲你中共哦，点一个什么成就，点一个什么展示哦，我们就会以为他很强大。我们是最了解中共现在内部整个的状况，它的经济已经崩溃掉了，但是中共它绝对给你外面看的，对台湾宣传的，这才是那个哇他妈哦发展的不得了，对吧？我上次不是说放了一个那个什么中国的猪肉，今嘛一斤准4块8毛5，错了，现在更低。现在啊，中国人以前最喜欢吃什么小龙虾，因为雅琪亚都有什么麻辣小龙虾嘛，中国人最爱啦。小龙虾最近说10块钱10斤，一斤1块。然后呢，海鲜以前最贵的那些海鲜哦，那些大虾哦，今嘛买到一斤1块，为什么？他说就是没有人买。这是上海哦，上海那个市场哦。然后呢，猪肉也现在很多市场，猪肉1块钱1斤很多了。山区的水果整车根本就不会运出来，整个让它烂在车里，因为没有人来收购。为什么？中国现在因为大家都失业嘛，失业他不是说这个东西吃得起吃不起的问题，他是不敢吃，他不敢消费，因为我没有收入嘛，我没有收入我不敢消费，所以你这个东西贵还是便宜我都不会买。所以你也喜欢买哦。整个产业的崩塌，未来会是绝对是个灾难性的东西哦。到尾啊，低没人吃，低没人吃，没有人敢养了嘛，对不对？那个什么鱼也没人敢养了，打鱼的也不敢出去打鱼了，全国躺平。所以中共这2天出了一个什么一条法律叫躺平是有罪的哦，躺平入罪，说你们谁躺平，我就是给你罚。但是我不躺平怎么办？我做行李没北下，然后我上班没地方上。所以中共连在这个时候都在自欺欺人哦，连躺平都是一种罪，躺平罪。也就是说，已经是没办法，他已经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跟你讲，催那些天天讲说啊，台湾物价很高涨啊，薪水很低，我跟你讲，那个绝对不是台湾人，那个都是水军。为什么？对啊，因为台湾股票在4万点的时候，台湾年轻人赚不到钱，他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台湾的股市到4万点，大概拢探钱探到有时候，所以他们现在说。台湾资产超过1亿的已经达到2、3万人了，然后3万人资产超过1亿，这今年突然成长72%，为什么？股票啊，都在股票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一般人赚不到钱，他会一个给他拍谁？他不会讲出来讲，哎呦，我什么台湾物件这贵哦，我都吃不饱。台湾人绝对没有这种没有这么恶心，所以说这些一看就知道水军嘛，只有水军才会。中共的水军，但是我跟你讲，中共的水军也差不多要都躺平了，伊嘛差不多要躺平啊。我大家报告哈，你知道中共现在的经济崩溃到什么地步？一条本来是车水马龙的一条商业街，这个完全都没人，所以人这个在怀疑哦，中共有可能就是在那个前面的那个疫情的时候，他不是搞那个风控吗？对吧？人家现在在怀疑中共在那一波的疫情上，可能之前法轮功的他们的大师李洪志有说，那一波大陆上死掉了3亿还4亿的人，大家都说没可能，但现在大家慢慢的发现，现在大陆的所谓的那个县级城市里面，本来是规条街拢商业人潮鼎沸，这个有什么都没人。这不是干那伫一个县城啊，这是普遍都是这个情况。因就这个
大陆家己的吼，去去拍摄这个影片，伫抛伫网络上，所以现在大家深深的怀疑中共现在的大陆的人口可能都不足5亿啊，以前都叫14亿，对不对？现在看那个情况啊，可能都不足5亿。那我跟你讲，他人口不足5亿，现在又躺平，对吧？经济又崩溃，然后失业率又那么的一大片，你说这样的尽管你讲这种政府这块黑帮，那有可能老百姓没起来换。我跟你讲，现在我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前阵子我跟廖主席在讨论，我讲富国党这个有一个决策，我们成立一个无人机大队啊，对，因为现在最夯的就无人机嘛。我们从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从美国对付这个委内瑞拉、伊朗就看得出来，无人机是未来一个对抗敌人最好的、非常好的一个利器。所以我说，我们有做了一个决策，我们成立一个无人机大队，所以派我先去学那个无人机，我就这个在上那个无人机的专业课程嘛。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在计划讲，那无人机也该因为台湾嘛是无人机的非常先进的一个产业的地方嘛，我就去研究讲，我们将来无人机大队第一波的行动的代表，我们就是要在北京把飞去的中南海给洗，给炸一堆那宣传单，给它弹回去，对吧？我跟你讲，各位，你自己去 Google 一下，我不知道讲什么，我这工课啦你自己去 Google 一下。前2天，中共竟然立刻宣布北京这是一个国际大城市，它不仅仅是禁止飞他说北京所有卖无人机的商店全部关掉，以后北京这个大城市不准有任何无人机的买卖、销售、飞行就是这个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要无人机在那里变成是消失无形的，对了，连卖的商店，所以现在北京原先在卖无人机的商店，现在都在那个促销啊，都在低价再把它促销掉。各位，你去 Google 这，我真讲，我跟袁宏斌袁老师报告我跟他讲会不会是我们那一天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结果这个消息去让人得知啊，对不？因很怕我们真的是无人机底下中南海个谁能嘞？真的就把它禁止掉了。你说嘛，共匪是不是个草木皆兵？是不是一个那个什么风声鹤唳，非常脆弱啦？大家不免去欢乐这点对，中国不可怕，真的不可怕对啦，不可怕。张敏兰75块抖音，谢谢 Q 75块抖音，谢谢 Q 再75块抖音，谢谢。刚刚讲到袁宏斌教授了现在我本党了对，本党正式宣布了我们聘请袁宏斌先生袁宏斌教授为本党的首席顾问。为什么？因为袁宏斌教授他是什么？跟胡耀邦同等级的人，这个人从8964就逃到海外，所以这个人是最资深的反共人士，而且我跟各位讲过他是我见过最消息最准确的人。没错，我跟各位讲，我曾经觉得他讲话不对劲，然后我曾经批评过他后面我觉得非常感动了，因为最后只有他的消息是对的，没错，因为他的学生遍布中国政府的各个地方、各个阶层嘛，所以他得到的讯息一定比我们多，而且他旅居海外那么多年，他也不怕中国，他跟我们一样，跟中共，他是跟中国干到底的人所以说。我常常讲了怎么看一个海外民运，怎么看他真的假的，他看他支不支持台独。袁宏斌教授超级支持台独，你知道吗？他超级支持我们台独所以而且我们加入美国51州，他非常非常支持非常非常支持他是我们最高指导教授，我们很多东西都要问他的，因为只有大家鼓掌一下我们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是我们2个共同的大哥了我安在一起就非常好，而且也把我们2个党真正的什么能量凝聚在一起了。所以未来的发展袁宏斌是要搞什么？搞护国军
他是真的要搞部队，从滇缅边境那边搞上去，他是真的在搞这些东西啊，各位。所以我常常讲了哈，虽然说中国跟我没有关系了哈，但是其实我非常支持的，我甚至热血沸腾说不然我参加一咖，参加一咖，我跟你们去干他妈打共匪，世上最快乐的事情，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了哈，其实真的我们要什么广结善缘，跟所有我们什么对啦，所有的友军要结合在一起，对了，我希望哦台派人真的你要有这种胸襟啊，你不要一直在打我，你卖讲讲你怕不赢我啦，但是你打我也没有意义，我没有想要跟你们对抗，我说过我要做的事情是把台湾带入成为美国的一州，成为美国的海外属地，这个是对所有台湾人千秋万世的事情嘛，是不是？各位你们自己台独人，你自己知道你70、80年台独根本走不动，为什么我们不要大家来改弦易辙？刚才想想，哎呦，既然台独走不通，那是不是有别的路走呢？我就想到入美这一块是唯一可走的嘛。所以你看我今天的题目哦，我们台美党敦促美国不是从德国撤5000多个军人出来吗？对，好像也许他很快也会从德国撤军出来，撤出来军人要去哪里？我们台湾人亚太啊，他要到亚太来。我们以台湾本土的台美党跟复国党的名义敦促美国把这些部队撤到台湾来。现在虽然有500个那个绿扁帽为什么本来在金门，为什么要撤到澎湖？因为金门是中华民国最后的属地，美国是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所以说美国是跟我说台湾关系法第1条就讲很清楚，他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中华民国嘛，所以我们要有台湾的名义嘛，是不是？所以他把500个绿扁帽放在澎湖，只要中共敢打台湾，他第一线一定是要先拿下澎湖嘛。那我就问你，那个时候只要有一个美军有死伤，美国大部队从什么加手纳啦，从什么日本美国日本有几十个上百个军事基地嘛，就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了，所以这是美国的安排。但是如果我们在台湾路上就可以看到穿军服的美国人，那就我想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就是真正的美国属地的，美国就已经表示说，哎，我也不演了，你们也不要演了，我美国不演，我现在不再搞模糊了，我把政策搞得明确了，台湾就是我的属地。我用这样的话对台美两党都是最好的结果。为什么？帮台湾解除了地缘政治风险，所以我们的台积电可以帮美国做，我不是讲过啊？为什么台湾的股票涨1700多点？今天涨多少我没看，我今天没看股票，一刚起几千700多点，全反应直接跳过了，细板店不是爬上去，是跳过去的，为什么？因为才刚刚开始而已嘛，对不对？我们提供黄仁勋，我每年要在台湾下1兆美元的的晶片的伺服器的这个订单，结果我昨天讲 CSP 嘛，就是4大云端公司嘛，是吧？亚马逊嘛，Google 嘛，微软嘛，还有一个一个 Meta 嘛，4大云端公司说要下23兆美元，不是23亿，我听清楚啊，23兆台币哦，23兆台币大概7、8千亿的美金嘛，你想想看啊，黄仁勋加上 CSP 这4家加起来就这些就快2兆美元，其他我还不说，其他我够讲，因为美国7大科技公司嘛，现在我说这5大科技公司就下了快2兆美元，我是讲美元哦，你听清楚哈，各位，2兆美元，所以台湾未来不缺钱，台湾钱会多到你想象不到，但是这些钱要怎么让它流到民间？因为你传产真的赚不到这些钱啦，因为这几东西都是科技业赚的，而且科技会吓死你。像我儿子他们讲的嘛，我们竟然跟他讲，探金嘛台湾科技这么好，他们薪水领得高，我说赶快跟买厝啊，那我说不用怕啦，会越来越好了。连年轻人都有这种恐惧，说哎呦，现在这么好赚钱啊，以后如果不能赚钱怎么办？所以他现在买了3、4套房子了，在租嘛。年轻人他就会想这些，但是如果你在看我们节目，你会知道说这个是刚刚开始而已。所以美国如果到台湾来驻军，各位会怎么样？台美双赢嘛。为什么不做呢？你台美双赢，唯一受伤的是中国啊，你也臭小姨啊，你管他去死啊！我跟你讲，如果台湾跟美国跟日本，我们共同一个声明，我就是要
台湾就要美国对台湾就要明朗化了，然后护国党真的可以回到南京去了，这个事情不是显示最好的结果吗？你以为美国不会算吗？美国只是把中国打压到他无力反抗的时候，那一天美国就不再战略模糊了，那天他一定清晰给你看，好不好？你看美国对全世界他的战略都很清晰，唯独对台湾模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岸真的是一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可是这个经济体被美国真的用恢宏供应链摸起来真的黑黑，我真的跟各位讲，因为我在中国得到的消息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没错，那个几乎已经，我跟你讲，真的几乎大饥荒可能要来了哦，听我朋友，你真的不要，我不在诅咒你们了，我是在跟你讲实际的情况，因为因为你真的有机会大饥荒。那个中共那个习近平他们那一小撮当权派，他们现在正在积极的要把中国大陆呢关进去，像那个北韩这样、北朝鲜这样，就是完全又回到了那个毛泽东当时那种人民公社大锅饭那个，你不要说。不可能啊！现在就在做，你慢慢看就知道了。那个习近平一心一意就是要这样，他要把整个那个大陆全部关起来。我来补充讲一下这个，介绍这个我们袁宏斌教授袁老师啊，袁老师以及伫迄个8964的时阵伊是伫迄北京大学在做法学院的教授啊。你知道，因为我伫北京做生意嘛，我嘛是家己去读过迄个北京大学，伊咧。咱台湾做侪迄叫啥 EMBA 班啊，EMBA 就是迄在职你会使去读。啊，你知哦，北京大学这4字伫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啦，官员内底迄是非常抢手的一个文凭嘛。所以因当初袁宏斌因伫北大法学院时，因有开办那个成人教育班所以就足侪迄地方的。迄个私人企业啦、政府官员啦，都拢去读这块，你知道？所以伊的学生遍布你大陆不管是商场界、商业界不管是伫政府的体制内，满是啦，都是因迄时阵伫北京大学办这个迄个叫做成人教育班的时阵足侪人来上课所以为什么他现在能够掌握到大陆现在？体制内的这些习近平他们这一挂人的所有脉动，还有那些反对习近平的所谓红二代，因为袁宏斌迄阵你带到北大的时候，他同时就是他们当时的总书记有一个叫胡耀邦嘛，胡耀邦抵大陆当总书记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所谓的总书记，他在推动一个大陆的叫做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一个觉醒反省反思所以他当时就是胡耀邦的那个总书记，因那个幕僚群来对，所以他就是因为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这样资历尾中共8964发生了，袁教授伫大陆伊组织一个迄北京大学北大还有北京地区大学教授的一个支援那个广场8964学生的一个教授团然后呢，事后这个8964结束之后，中共要开始清算嘛，后来准备要抓他，也是要把他抓去关个死的，看因为伊在中共内部伊足侪伊的朋友所以给通知所以迄阵就给贬到那个贵州大学去做贵州大学法学院的院长，然后后来中共还是不放过他，他才到海外来，在澳洲寻求政治庇护所以澳洲政府就给了他政治庇护的身份，他现在就是以澳洲的那个公民的身份在澳洲定居，但是在过去10几年来，他都来台湾，他很关心咱台湾的政治的发展，他都来台湾，他10几年来，他跟台湾的台派跟民进党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熟悉。他才写过好几本有关台湾独立建国的书李登辉在世的时候，李登辉看了他的书，都说袁宏斌教授写的这几本书，李登辉告诉他的幕僚，你拢要去读袁宏斌下一几本有关咱台湾的这些书籍。所以老实讲，他过去一路走来，跟台派跟台湾的
这个绿营的朋友都非常交情深厚，所以后来我们从去年在搞那个我们在推动那个正南军跟台派团结反共，然后支持大罢免的，跟金漳这样一路走来，然后金漳跟袁教授认识，在一路走来，经过一定的时间的互相的了解，也深深感受到我们应该是团结起来，力量会最大了。那所以金漳前阵子跟我说，他要聘请我们袁宏斌袁教授担任台美党成立之后的首席顾问，也借重袁宏斌过去在台湾的这个台派的这些的他的一个经验也能够给台美党一些建议。那我也去问了袁宏斌袁教授，他也欣然非常乐意啊，他也认为台美党的这样的主张给台湾更好的一个方向啊，所以他也乐于非常欣然接受，所以就促成了这个事情。那因为袁宏斌是阮富国党的思想导师嘛，袁宏斌过去他10几年，他跟我讲，他在台湾，他就认为台湾未来中共对台湾一定会非常的那个不会放过台湾，所以他当时他就想到，他要在国际上，因为他具有国际的知名度嘛，你看那个世界级的媒体干什么，只要有关大陆的新闻都要去跟他访问啊，所以他有一定的国际影响跟知名度，所以他就在发起一个要号召海外支持台湾的这些朋友来成立一个叫做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这10几年前他就在推动啊只是后来可能是一直机会也没成熟嘛结果就这一阵子台美党成立了，复国党也渐渐的成长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个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这个事情最近又得到了很多相关单位的重视，尤其那个国防部我特别派一个专员来跟我通电话啦，在跟他问讲您这规划安怎这个后续就属于比较那个机密的部分，我就不要再往下讲。所以呢，非常高兴袁宏斌能够担任了我们台美党的首席顾问，我相信未来可以借重他在很多方面的。那我一直强调啦，台湾的安全不是咱家己在在保护自己啦，我们除了要好好保护自己之外，台湾的永久的安全跟和平，就是要把对岸那个万恶的共匪把它给摧毁掉嘛，把它给推翻掉嘛，对不对？把它给结束掉嘛，然后要让大陆民主化嘛。大陆是一个像美国这样，像台湾这样，是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地方。咱在台湾要百年腾飞，咱不叫有叫啥？我们才有那样的一个环境嘛，对吧？如果我们要百年腾飞，老是一个罗马一个乌罗木在咱的边啊，每天在磨刀要跟咱抬，你讲咱这百年腾飞，那么是胆战心惊，是不是？所以袁宏斌他要成立这个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当然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中共如果打我们，我们有一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志愿军来帮忙我们。二方面也是这个国际志愿军也将来袁宏斌念之在之的，就是要摧毁这个中共暴政，对不对？要把复国党主张的这个中华民国，把它从台湾带回大陆去，让大陆在中华民国的这一个架构底下实行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一个政治体制嘛。所以将来这国际志愿军未来也会是能够帮助大陆老百姓能够全民反抗，要结束中共这个暴政的体制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助力啦。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帮忙，一起来推动。总是呢，台湾要百年腾飞，它一定要在一个非常和平、安全的基础上来百年腾飞啦。中共一直在旁边摇八叉，一直在那边对付我们，一直来我们台湾内部分化挑拨这个都会造成我们未来真的要百年腾飞会是一个很大的那个阻碍的因子，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把它给结束掉。各位你们凭良心讲啊，我们台美党跟复国党做的每一件事，是不是最切合台湾需要的？
我们也不跟你玩那些什么搞流量的啦，搞流量我就厉害了。我跟你讲，我做4年，我知道我现在要开始骂柯文哲，骂黄国昌啊，流量不来啊，因为台湾人真的很浅，你知道？台湾人做欠的就爱听这年啊，我听就爽了。我跟你讲，要是我编一些故事，也可以让你们爽的要死了。但是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成立这个政党，我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台湾，不是为了当名嘴的，再跟各位讲，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有意义的哈。你看了哈，我们台美党成立之后，迫不及待做第一件发给美国第一封信，就是这个，我念给各位听。好，台美党注意到近期公开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正在就目前部署于德国之约5000名美军人员进行配置调整。台美党理解并尊重此类决策，系美国依据全球安全情势变化所进行之整体部署考量。在此背景下，台美党仅此诚挚呼吁美国国防部及美国在台协会 AIT 持续针对如何进一步促进印太地区之和平、稳定与嚇阻力量交换意见。台美党建议相关单位评估将部分兵力重新部署至台湾之可能性，以强化区域安全并守护民主价值。台湾一向致力于作为维护自由开放印太秩序的负责任伙伴，长期以来，伙伴间稳健且持续的协作，对于维护台海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台美党对台美长期安全合作深表肯定，并支持在既有的架构与互信基础下，持续推动交流政策与互动。各位，这是我们驻美代表这位女士，她写的，她刚好今天发给我，让我看一下，看可不可以发。我说我跟你讲昨天我跑到屏东，不是去做节目吗？我们那个陈立德老大他就跟我提到这件事啊，他说你一定要在节目呼吁美军来驻台，因为这是你执掌不能做的，台湾人民不知道怎么发声，我们是唯一。这个政党唯一有能够为台湾做这个发声的人，台美党是最有资格去做这个事情，推动者、引领者。而且你想想看我们两股势力我们本土势力跟我们驻美代表同时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我昨天把这个发给那个屏东我那个老大，跟他讲说，你看，没错，我说我们驻美代表写了这个回来啦，他说让我看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所以就是说要积极赶快来做啊。而且你想想，这个上就烂得动了，别小看我们刚成立的小党，但人家人才济济。我想到了，我们党员想到了，我们一般人想到了，都是最贴近台湾需求的。我要这么讲啦，台美党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对的国际形势成立的，所以台美党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而且我讲你看美国美国现在是共和党不是那个之前那个拜登的那个民主党现在是共和党保守主义的非常反共的川普总统的这个团队，你看他们现在是对这个欧洲的这个北约的欧洲这些国家不是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北约的上面互相防卫嘛人家都是我讲欧洲这些国家执政的政党几乎都是左派的都黑不知人间疾苦那块规天只会去哭袭那个中共啦、伊朗啦什么古巴啦，会去同情那个恶人，然后对自己的正义都不会去捍卫的，你知道不？所以川普像他们现在这种共和党非常明辨是非的这种黑是黑白是白的，看他们都是足袂爽的。所以你看川普最近讲了嘛，你哪呢都不熟个安尼，我是跟你到底要创啊，对不？我去跟你帮忙，结果你拢是迄个什么？生鸡能无放给赛呢？我为什么要去帮你们？所以川普说，我住在德国的那个不仅仅只有5000听说有好几万了，2万的样子。第一波要撤掉5000，撤到印太地区。各位，美国曾经早期就在我们台湾驻军，你知道吗？
可能年轻的一辈你们不知道，早期美军就在我们台湾驻军，我们台中那个清泉岗空军基地以前就是美军的空军基地啊，所以我们台美党是最有资格，因为台美党主张的就是我要跟美国在一起嘛，甚至我要加入美国嘛，所以台美党是最有资格来推动、引领我们台湾人，我们要来发出这个声音。美国你要到亚太来这个驻军，你应该优先第一选择就来台湾嘛。你现在美国共和党川普，你们也认为台湾是在亚太的这个防御体系里面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对不对？所以我们台湾人要自己发声啊。所以台美党，我真的是非常热切的赞成台美党赶快要带领大家来发出这个声音啊。所以我们民间一定要发出声音。我真的在各位恳求一次5月24号你们一定要出来，一定要把你们家人全部拉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气势才能够起来。这里气势起来，我们台美党能做事，未来会比较顺。对，你刚才出来没几千个人了我跟你讲人家就给你看水小把我看水小没有关系我本来就是个平民百姓啊。问题是我们台美党，我们驻美的政策被人家看水小，你觉得你甘心吗？所以这个不是为我，各位真的不是为我我们两个办了这么大的活动，那是要花很多钱的。虽然这个钱怎么来，不用跟你们解释了但我就是跟各位讲。要做这些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这个钱是廖主席去募来的不用讲跟我清楚是廖主席去募来的。当然我有在旁边敲边鼓帮忙但是也民助他去募来的不好讲这些了我就说这个不要讲。我就是跟各位讲，我们在努力，你怎么忍心看我这么辛苦，然后最后被人家糟蹋？告诉讲不业人来啊，廖金漳你就是操蛋，你台美党就是什么又到时又说我就是为了要选林志胜骗钱的，我最讨厌这些话所以说大家真的要把这个面子争回来，而且真的跟你讲，如果我们出来的人多，台湾整个政治氛围会做一个改变。没错，太阳花可以改变台湾10年的政治，你有发现吗？太阳花改变台湾10年的政治，我们青鸟不能改变10年吗？如果我跟你讲，我们以前青鸟实在太松散了。我跟各位讲，因为霸团这些朋友拢就笑的，就有个性的，他们不受任何人指挥，所以说最后我跟你讲，其实霸团输也是输在他最后没有一个统一的什么领导中心。对，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出来的民团大概像我也是这样我看着不顺眼我就跳出来了，所以最后没有谁能够掌握这个局势的。当然那个时候曹先生有尝试要去整合这一块了，对，他没有整合起来，他确实没有整合起来。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我是希望说，所以我重新组织一个政党，我们做给各位看，我们是在为台湾做奋斗。而且我再讲一句话，只要有一个比我更有能量的人出来，我台美党当主席我可以让给你，只要你证明你比我有能量，你可以更好带动这个党，我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东西。我最想做的就是做我的频道，每天都做这些评论。但是既然我站出来，我就要把事情做好。所以各位，这个关系到台湾的前途，关系到太阳花，类似于太阳花对台湾的前途，军购这种重要的事情他都敢挡，他敢就地解除你的武装，然后你不敢站出来，你是剩下我们台湾人是投降了吗？这个524这个活动我来简单详细来跟大家好那个交流一下我首先要讲咱紧张啦，你看我那阵去年我们从那个大罢免，我两个在街头在中部地区我一路这个支持推动这个大罢免这个事情。我也给你紧张你不要，我跟你讲各位，你不要平常看紧张在做直播那气势凶猛那什么人他都会骂其实他私底下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那阵我也给你大罢免尾声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咱这个罢免了其实我自大陆经商退休回来，其实我回来台湾，我就想要做一个直播尔，我就想讲要呼吁而且跟大家斗阵谈这个为台湾好，怎么保护台湾，他没有什么雄心大志说接着我们要再去干嘛，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也还没有台美党这个议题在讨论嘛，还没有那个
台湾可以加入美国，成为51州，跟美国现在的这么强势的共和党川普团队去配合拢无嘛。所以其实我一直我有跟人家讲啦，我讲其实我经常我感觉你的能力不是只是做一个直播，然后底下跟大家在玩闹啦。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大步的再踏出去，做更多保护台湾、爱台湾的工作。其实我拢有在甲鼓励，所以其实今日台美党一路走来他现在这么的投入，甚至把生命都投进去。你看板这瓦当，哇，这个毛起来，他是用了他的生命去把这个经费找来。所以我跟你讲。我也有一点点小功劳，我都经常在他身边，我要真的，不然其实他是个蛮谦虚的人，你不要看他个性好像很凶。我跟你讲，你如果做我的朋友，你也就可以你可以问我周围所有的朋友，我的朋友是很幸福的。你要装我的敌人，我会骂死你，我会干死你。我跟你讲，所以我只骂那些傻逼，你知道，我就骂那些他的好朋友，他对他的好朋友真的都非常客气，非常谦虚。好，那我就要讲到重点，就是524这个活动。我还讲524这个活动绝对不是台美党，也不是富国党，也不是廖金漳，也不是我陈凯丽我们的事情。我告诉你，这是我跟金漳我们有这个心情，因为看到立法院这个已经投降共匪，这蓝白这两个乌罗某贼的，说实在，这个真的是应该马上要给他取缔，然后把它宣布解散的技能。已经是中共在台湾的代表的支部的这种国民党跟民众党这么恶劣，规刚他在台湾没有做一件好事，规刚就是在扯后腿，在立法院把我们这攸关台湾的安全国防，对吧？攸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要对抗中共的对我们的侵略的国防预算，每天底下给我熬咖，每天在那边扯后腿，不给他通过。我们已经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危机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办这个力挺赖清德总统国防的政策，还有这个军购的预算，这个唯一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唤起咱所有台湾人，你握住在心来，对吧？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申请一个这样的活动，让大家都来表达你对蓝白这种要出卖台湾，要把台湾卖给中共的这种你的一个愤怒嘛。所以这个不是我跟金漳，也不是台美党跟富国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愿意抛砖引玉，我们去推动这个舞台然后呢，希望大家来，这个咱大家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台湾在对抗中共，是反共在对抗投共、舔共的两股势力我问你啦，咱台湾人上重视的是输人不输阵，对吧？如果我们这一场人不够多，我讲，那国民党跟民众党跟中共因都底下偷笑台湾人足简单，台湾人很愚笨，咱来给洗脑者用个文宣给讲的钱给收买者，你看大家台湾人拢戆干啊啥嘞，拢都不会再反共了这叫被解除武装嘞，解除武装嘞。就等于是我们的心防啦，就已经完全，人家中共一看，国民党一看，民众党一看简单台湾人真的足善良的，稍微给他骗一下，他就被欺骗了。那你看那个攸关这个台湾未来的安全，挺军购的这个活动，没有什么人我跟你讲，那这个是我们台湾输给了中共，我们现在是在跟中共对抗，我们这一场活动就是在跟中共。就是在跟万恶的共匪在做一个短兵相接的一个对抗，所以你站出来，你到凯达格兰大道来，不是为了任何人，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的小孩子，为了你的后代，对吧？为了你的子女，为了你的子孙呐，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参与，向中共大声的大声跟中共讲 no， 我们台湾绝对不会被你在台湾。你以为你跟那个蓝白把他们绑到一块去，就可以把我们出卖掉吗？就可以把我们收拾掉吗？没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凯达格兰大道这个524这个活动，攸关的是我们
台湾在跟中共对抗的一个短兵相接的一个，我们自己台湾人愿不愿意站出来，向中共大声的说不要 ，no， 我们拒绝你的一个活动。所以现在就是既然这个意义这么深远我要呼吁那个尤其是台派的朋友啊因为我也认识你看我从那个大坝北这样一路走来，跟金章推动这个正南军跟台派的团结反共嘛，所以我也认识好多台湾台派的朋友，不管是政党的啦、组织的啦、团体，我真的要跟你们呼吁一下，我站在一个护国党正南军这个角色上，我要跟大家呼吁，你们真的要这一次要放开你的心胸，因为金章有跟我讲，他会去邀请所有台派的，不管是大佬啦，不管是台派的意见领袖，不管是台派的基层的朋友，都会去邀请，所以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要展现台派对于这个力挺军购、力挺台湾的国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呢，我们要展现出我们团结的一致的心。真的那个小肚鸡肠你讲那是廖金漳办的你老是一些台美党刚刚要来挖咱台派蛋糕对吧？所以咱千万不要去他参加挑工要给他闹开。我真的跟大家讲，台派的朋友，你如果是这样想你如果是主张台独的，你如果是主张支持民进党的，你哪这样想，我跟你讲，格局就 low 了，对吧？台湾人不是这样，台湾人是站在这个大义大正义之前我们是真的是会站出来，我们是会把心中的那个小小的那个个人之见我们会放弃掉，我们会站出来，因为台湾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嘛，你没有台湾的安全，你还要讲个什么东西，对吧？刚才这边有一个小粉红一直在上蹿下跳他说他觉得说什么共产党打过来，我就跟你讲共产党如果他能打过来，第一个一定杀我的，这个我放心，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是他头号敌人。为什么每天笑嘻嘻的？我为什么不怕？因为我笑你没那个本事啊！跟你讲，你打过来，我们这些人站在第一线跟你干到底，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又不像你们这些中国人，天天怕死啊！我跟那个小粉红，我跟你说一声你自己去查一下，中共是不是最近宣布？堂一个他的首都，那个中共伪政权那个黑帮的首都叫北京，对不对？我们中华民国叫北平嘛。他最近是不是宣布北京的无人机的贩售、飞行，所有一切通通在北京要消失匿迹？你自己去查一下，他为什么这么怕？你堂一个共匪的所谓自己的首都，这个无人机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产业，为什么要在北京全部禁止？就是因为我们护国党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无人机大队，我们第一个我们还不用我们台湾自己产的最优良的无人机，我们要用以其矛攻其盾，我们要用大陆的大疆的最新的那一个款式叫阿巴塔的那个360无人机拿来改装，我们准备要在北京的那个中南海天安门那里去给你绕飞啦。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你每天没水准，每天军机给我绕台湾每天好几架次的那个中共的那个最 low 的那个军机在我们台湾上空绕来绕去，对吧？你以为我们好欺负啊？你军机来给我们绕台湾，我告诉你，我们就用你大疆的无人机给你改装之后我们就是到你北京那个中南海上空去给你绕。中共一听到这个怕到用要靠北去，你就是个纸老虎嘛！你要是那么厉害，你不要宣布你北京的无人机不准贩售、不准飞行啊！不准在北京不准有任何无人机的一个产业在那里，全部禁止哦！你去这个小粉红，你去问问你们那个习近平你们那个黑帮的老大。是不是吓死了？光一个护国党搞一个，还用你自己生产的大疆无人机，我他妈已经改装成功了准备要去你中南海，你只要敢再来台湾上空，在你们那个军机再来绕台，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啊？这个傻逼他讲说，超过红线的阿共一定会打，来打。中共的红线已经画了几百遍了嘛，他已经把红线画成什么
一退再退的红线嘛。以前只有绿扁帽几十个教练在台湾的时候，他们说你只要敢驻军台湾我就打。结果现在美国来了500个绿扁帽，这个算不算驻军？你说几十个教练不算驻军，我也就罢了。500个算不算驻军？当然算啦，你也没打。我跟你讲啦，现在我们买的美国武器是先买回来放台湾，让未来撤到台湾的美军使用，弄清楚这些东西，最后是。他不会把德国的美军撤到亚洲，他就是撤到台湾，也可能从韩国撤退驻军，因为韩国现在已经不像话到极点了哈。那个李在明已经亲共亲到已经不像话，美国不可能再容忍下去了。我跟你讲，美国不能容，他会考虑说，要不然我们把地岛人后撤，反正只要有日本在，只有台湾在，只有菲律宾在，其实韩国没有那么重要。而且，所以他是把这些武器我们先买回来放在台湾，由撤退过来的美军来操作使用，所以你的什么红线，你讲的红线，连我都没有怕过了，台湾怎么会怕你的红线呢？笑死了！习近平自己都找不到一个将领来打台湾的，他要怎么打？我就问你啊，当然这种小粉他什么都不懂啊，他是不了解的。习近平现在打台湾，请问要派哪个将军来打？你告诉我。我跟这个5毛小粉红讲了。你中共，你要是那么有信心，你为什么要去弄一个网络防火墙，把你的老百姓全部圈在那个一个网络的内网里面，对吧？你哪好有信心？还有，我跟你讲，中共、伊朗这些塞光醒杯哈，你们这种烂兄烂弟哦，你们就是中共，就是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睁眼说瞎话的一个世界级的那个诈骗集团嘛。你看伊朗哦，最近闹一个笑话，你知道吗？那个美国不是说哈，我们那个荷姆斯海峡那个油轮嘛，美国海军给你护航哈，然后让那里面通过啊，那个伊朗就动北条，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发射的飞弹还有那个视频哦，然后我们击沉了美军一艘啊，也都有那个视频哦，啊，真的就击沉了一艘，然后就开始哈大肆的在他们伊朗那里内部宣传，然后中共他们中共跟伊朗就是两个那个睁眼说瞎话的惯犯嘛，就中共马上拿他那个宣传的影片，在大陆内部啊，又开始在洗脑那些无知的老百姓啊，说你看伊朗好厉害哦，已经发射飞弹击沉了那个美国的军舰在荷姆斯海峡哦，那个军舰确实被打到，然后沉下去。啊，结果这个播完之后，人家都不用美国出面了，人家那个有一些那个在网络上的网红就说，你伊朗也真的可悲啊，真的，你堂堂一个革命卫队，又是伊朗什么挖沟的，人家那个影片是人家美国10年前人家他们在自己内部军事演习那一艘是他们已经退休，已经报废的那个军舰，人家他们作为靶舰，人家他们自己发射他们那个美国最优秀的飞弹，一弹就把那个他们自己报废掉那个军事演习的那个军舰打沉了。你伊朗竟然拿这个影片来向全世界睁眼说瞎话，说你发射飞弹击沉美国军舰，然后中共你们这么无耻的人，说在大陆内部中央电视台还煞有其事还这样正式的报道。你们给人家美国看在眼里，人家美国都觉得你们简直就是，哎呦，拜托，你连那个路边卖西瓜的可能都不如，在美国眼中你们就是一群那个不知道怎么形容的瞎扯淡。这样的中共你还想要来打台湾，你得拜托啊！就这个令，你说美国德国5000美军移防中东，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期，甚至也是一个什么？它是个幌子啦。中东有什么好需要美国驻军的？对啊，中东的以色列都横扫天下，美国现在是压制以色列不要去乱打人家啊，不是说以色列打不过我，美国才要驻军嘛，完全不是这样，是美国压制以色列说，你买搞派很追你看留下一点嘛，手脚要稍微不要那么凶狠，以色列完全可以独自应付中东，所以5000个德军，我认为在驻中东这是个幌子，最后一定是到亚太来讲，到台湾机会是非常大的。我已经讲过这个事情，美国一步一步在完成了。各位你要知道，离我们100公里的什么与那国岛，
100多公里的宫古岛，那是日本的岛屿，可是上面已经那么小的岛，根本没有住几个人哦，它居然有个什么，有个飞机跑道，然后停满了储存满了所有的军的战斗的什么后备物资。其实美国已经把台湾保护的非常好了，只是说好吧，那我表面上就不跟你中国直接对干嘛，但是我已经把台湾周围只要不属于台湾的岛屿都已经被完全武装了嘛。难道什么加手纳台来离台湾才有多远？加手纳飞机飞过来10分钟就到了。也就是其实美国虽然没有在台湾驻军，我认为等同在台湾驻军了，只不过是因为他还继续要利用你中国，继续要给我美国供应廉价的什么生活用品，降低我的通货膨胀，这是美国唯一考虑的。我说中美关系只有一个价值，就是贸易，贸易是吧？便宜的贸易，你们继续流血输出，供应我美国最便宜的东西，这是美国总统他要考虑的，因为他也怕通货膨胀。总统最怕通货膨胀，民主国家总统很怕这个，所以你要看清楚，美国真正的心在台湾，中共只是他利用的一个小角色嘛，没有这个家伙这个骂呆鸡让我利用了，你台湾你就稍微忍耐一点啦，对，你的安全反正我美国可以给你保护好啦，我的云南国岛，我的什么宫古岛我都帮你准备好，加手那我准备多少部队在那里 ，F-35、F-15E 多少飞机在那里等嘛。日本现在是有航母了，你知道吗？那个轻航母嘛，就因为 F-35B 可以直飞嘛，可以直接起飞嘛，所以当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做战斗最后的准备了。日本已经把战争准备好了，你们中国人还搞不清楚，我真的很替你们担心了。哪一天日本发动攻击的话，日本主动去打中国，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讲一下你看我们一直在讲说。其实这个地球这样每天这样转地球不是静止的嘛，它刚刚动态的在动所以咱有定定讲一句话，时代在变，潮流在变，对吧？确实在变呢，这个变的这个能量确实是来了。自从这个川普动算了美国主这个民主党这个左派搞来共和党右派。川普安尼一起来了，你敢不感觉全个世界潮流已经在变了，形势已经在变了，局势在变了。尤其川普他自己喊出来我要重建世界秩序。我跟你讲，这我个人的体会啦什么叫做重建世界秩序？就是以前世界这些所谓的那个独裁啦、集权啦、专制啦、俄罗斯这个国家以前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因为左派他们都是哭袭他们都认为因就强大，你看他们对内镇压老百姓一个不欢喜，他就能把他抓去关就恐怖所以这种政权呢，我们要哭袭他，我们不要去得罪他甚至他们要发展经济，但那过来帮忙他们都还保留那种思维，所以你看过去。世界就是独裁、集权、专制、俄罗斯这种国家都活得非常好，然后西方民主国家过去那个刀猪啦，过去还该做行李，就这样，所以呢，整个世界就是是非不分，善恶不明。自从世界转动嘛，地球是转动的，自从川普总统上来之后，他要建立世界新秩序是怎么建立的？川普就说。我告诉你了，美国是一个沉睡的狮子而已我现在苏醒过来了，人家什么独裁集权都不守口，这个我不鸟你了。我呢要展现我美国真正的实力给你们看我跟你不再妥协了，我也不再哭袭你了，我跟你就是泾渭分明，就是黑白我一定要跟你划清界限。你看他从委内瑞拉那阵大家都以为说委内瑞拉也多强又怎么样公开天也不会结果从委内瑞拉这么一下去，才发现说原来是个纸老虎，然后接着古巴不是也马上看到原来也是个纸老虎。尤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做好几年，已经多少3年多的战争，
现在发现伊景弄公俄罗斯是世界第2军事强国，绝对哦，我们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去跟他对抗哦，这个太厉害了。也现在也发现他是个纸老虎啊，他现在用的武器竟然是他们2次世界大战放在仓库里面的弄一根神的那个武器再拿出来，再去打那个乌克兰，你说好不好笑？所以各位拜托有一点常识的人，有一点能够举一反三的人，看了这个世界整个局势的改变，美国的新秩序的建立我告诉你啦，中共说难听一点啦，也是个纸老虎啦，就等着他。我跟你讲，现在是美国求着他来打台湾搞不好因为你一打，美国太了解你的实力是什么了，你一打你就整个就分崩离析了嘛你看现在习近平他们有哪一个国家的最高的老大说把他自己国内的那个军方的所有将军全部都抓去关了？对啊这个要怎么打台湾？你告诉我，人家美国看在眼里都觉得可笑的不得了然后美国的情报系统是多么的厉害，美国在大陆军方、中共军方里面的那个部件那个是已经部件到连一个部队里面的底下厨房伙房在租材，那个美国都有办法把工作做到一个伙房里面在租材那个小兵的身上，你就知道美国有多厉害。你中共在大陆的所有武器怎么布置什么的话，人家是一清二楚啦就刚刚陈凯丽主席讲的啦，北京都不准你卖无人机了。我跟各位讲对啊，如果你敢开战，第一件事就是斩首。现在的战争现在战争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说现在那些独裁者他不太敢发动战争，是不是？以前发动战争没关系让人民的子弟去送死嘛，你们死光了跟我什么关系？但现在不是啊，你这样一发动战争，人家就先斩首如果习近平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他当然知道，所以他要在在北京把所有的无人机对，全部给掐死，对，来尔首都不能飞无人机，对吧？你不觉得这太可笑了吗？他已经怕到不行了，所以你要说他要来打台湾，我跟你讲了，你们这些小粉我告诉你我们台湾人，以我现在想法，我是很盼望他现在打的，因为真的这个事情不一次解决对，趁中国这么弱的时候，趁台湾这么强的时候，而且我告诉你，以台湾现在这个情况了没错。美国怎么可能让你台湾被中国占领啦？不可能嘛，对吧？你说加西洋，我们不是赚很多钱，我们是对世界很重要嘛，对不对？刚那个他们讲说中东的资源又来，要台湾过来买几千亿的美元的，基本上讲话都讲美元，你知道吗？基本上我们在台湾都讲美元了，几千亿美元啦，加上我刚讲黄仁勋还有什么 CSP 这4大云端公司明年可能超过3兆美元了。惊死人3兆是90条的台币，就快100兆台币的订单，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台湾是什么概念啦？而且这个利润是超级好的呢，这不是我们以前做鞋子一样一双鞋赚1毛钱的那种我们这个是什么50%、60%的利润订单又这么大，你说台湾会肥死？我跟你讲，没错，台湾会赚非常非常多的钱，所以我们未来台湾的腾飞。只要在军事上不要被那个什么就好了所以我想各位讲了其实你看以色列啦，对，以色列20%几是穆斯林以色列不是全部犹太人，你要弄清楚以色列这里在洗那个是穆斯林所以我问你以色列国内有没有反战人？比台湾还多，也有比台湾还多所以我说台湾日本不川普啦高市早苗啦，纳坦雅胡啦，如果再加上一个我们赖清德，如果赖总统，如果赖总统强硬起来，我跟你讲，那个概念真的全世界是不一样。现在这个拼图只差赖清德而已。纳坦雅胡是个多么强硬的，你们看不出来吗？他顶着他国内的反对势力甚至美国很多大学校园真的很多大学在反犹现在是美国为什么哥伦比亚那些大学最反犹的他们不是真的去支持穆斯林，他们是觉得以色列这样欺负人家不行，他们这叫左交嘛。所以你就知道说纳坦雅胡顶着多大的压力。对甚至以前拜登的时候把他压住，你知道吗？你不要给我动，不要给我动。所以中东这些东西是美国在压以色列不怕以色列真的是把这个所有的阿拉伯全部灭掉，你懂吗？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一个900万的人可以控制1亿多人的国家，而且都是富到流油的国家，你就知道其实人民的意志有多重要。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我这几个月来我们所提的赖清德，都是期许他做到，不管是纳坦雅胡还是高市早苗，我没有一件事是批评到他的师德。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很清醒，台派真的你们要聚集起来，台独的人你们要重新再回来，重新再聚集起来，这股力量不展现出来，连赖清德都不鸟你，义工你讲什么跟我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要展现力量，让他逼他往前做。他这个人是要逼的哈，因为他不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人，他不是一个什么，他不是一个手提30件走遍天下那种豪士，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我今天说他很内敛，我没有说他很软弱了，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哈。所以说，但歹派人如果不强硬起来，谁能帮我们？我们强硬起来，至少把这个国家往前冲了，往前堆了。你说高市早苗、纳坦雅胡、川普这么好的国际氛围、国际局势下独缺台湾，然后你独缺台湾的情况下，你又要占全世界的便宜，因为全世界订单都在你台湾，谁敢不要好的代志啊？你不能说赚了全世界的钱，然后我要跟什么中共掏来暗去，哎呀，我要帮助中共的经济哦，这块绝对不可以，连我们台独都不能放过你。其实我有想过一个问题，各位，你也记那个前阵子嘛，我们赖清德赖总统一起宣布说，中共是境外敌对势力，对吧？然后因为他这样宣布之后，那个国民党啊，都动没掉啊，都底下踢不破，对吧？你记不记得前阵子我们赖总统有宣布？我跟你讲，这个宣布是对台湾是异常的重要，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台湾正式把中共定义为它是一个境外的敌对势力，敌对势力就是我们敌人嘛。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我们总统可以从这里衍生下去。我相信所有真正爱台湾的咱台湾乡亲都会支持他，就是他要展现那种叫做什么？那个叫做绝对的威什么？绝对的权利哈，就是我意思起来讲啊，既然你把它定义它是敌对势力，我告诉你，你除了在依法行事的这个部分当然就依法行事。我跟你讲，你有总统这么大的权力，你拥有台湾几个情治系统的这些幕后的这些情治人员的资源，我跟你讲，研究一下，把国民党跟民众党直接宣布他们是非法的政党，直接改那个宣布冻结它这个绝对是可以做。我相信台湾只要真的爱台湾的台湾人，一定都会支持赖总统这样做，甚至就像咱今章咱廖主席讲的，台面上有你的方法啦，你做个总统你掌握台湾所有的资源，你可以做一个台面下去给你修理啦。因在你的面头前绝对只是一个妈的很好处理的，他们只会每天在媒体上底下蓝白干那底下会叫而已啦。用点台面下的能力你掌握那么多情治单位，像学以色列这个纳坦尼亚胡这样去给他修理一下啦，我相信你都乖啊啦，对吧？这位师傅先说，廖主席，台湾打中国海马斯111趟还没到台湾，还没到货，你是在讲的笑话？就还没有付钱，怎么到台湾？神经病！这个大概我们不是要挺军购吗？你是怎样你什么都不懂。我们5.2是挺军购，就是要希望台湾立法院通过这个，把这个钱付出去，你钱没付，人家怎么给你？而且我跟各位讲啦，其实这个东西都也不是最重要的啦。你也记吧？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做第一件事做什么？你知道吗？运了好多颗的什么核弹到在台南机场，这个你知道吗？所以台湾有危机的时候，美国是这样，你在我的核保护伞下不让你台湾做核弹，不是你不能拥有核弹，是只要有战争危机开始，我第一件事情把核弹运到台南机场，这个是知道的人都知道，好不好？所以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台湾开打了真的中共不要说开打，中共开始集结的趋势，第二天海马斯全部到了，不管你有没有付钱，全部到了。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美国对台湾的诚意嘛。所以我们台湾人说我们要让军购过，只是说那我们不能当巨婴嘛，对吧？什么都要靠别人，是吧？这个才是我们要展现我们民主价值的时候嘛。所以很多人对这次的军购，很多人说，你看现在那个萧美琴才开始要出来上节目讲军购的重要性，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他是被我们逼出来的？你喜文化的，那是一定的啊。他如果不是看我们台美党在推这个，他就说啊，你就闹鬼了。人家一个在野党，一个新兴政党推的这么用力，然后我们执政党在打刚那边困，在那睡午觉，是不是？他很丢脸，他会很丢脸。所以，萧美琴比赖清德还聪明，哈。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哈，我们那个524那个除了挺军购之外，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最热门的话题，就刚刚那个金章说的，那个美国从那个欧洲德国撤军的这些兵力呢，不是要部署到亚太吗？我们也要在524这里公开的，我们要呼喊美国呢，你把那个撤来的兵力部署到台湾来了我们台湾人民展开双臂的欢迎，我们也要在那个524的那个凯达格兰大道的那个大舞台上面，我们要跟美国拜托要让美国听到这个声音。对，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这个我们一定真的我们民间呢要开始站出来了。现在既然我们的执政党不可靠的时候，你民间再不站出来，你怎么办？而且国民党的话一直给一些基层的支持者国民党一直给他们洗什么脑，你知道？以美论，怀疑美国啦都讲那个似是而非啦，什么咱台湾人可以给美国买武器咱为什么要当冤大头？然后就讲那个都是那个自己编的谎言呐说什么我们买了一个什么武器那个在美国测试的时候测试失败的。我跟你讲，你要了解国民党一挂基层的毕竟老百姓足侪乡亲他还是属于那个不知不觉的，你知道吗？不是每个人都像各位你在这个直播线上听我跟金章在跟大家说明，大家都那么的聪明，能够一针见血，能够举一反三。事实上国民党的很多基层的人，他真的是不知不觉，但是国民党给他这样一洗脑他就觉得有道理我们为什么要去买美国那个破武器然后他就开始怀疑美国，然后他就仇恨美国，这个就是中共给国民党告诉他们，你们在台湾就是要玩这个，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台美党要成立，我们要办524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活动，我们要展现出我们是要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跟美国团结在一起的，我们要把声音大大的把它发出来，让美国听到，不然我跟你讲，美国都以为说哇干妈你们台湾乡亲去国民党洗脑，大家为什么都在怀疑美国？美国对台湾这么好，这么的想要帮忙台湾，为什么那么多台湾基层的老百姓规天底下在仇恨美国尤其国民党以美论的大家在美国他们声音比谁都大，因为他们都有拿那个宣传费，你知道不？他们都有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干这个事，所以我们自己沉默的大众，我们要站出来，大声的喊出，我们要跟美国站在一起，我们要跟美国团结在一起，我们是亲美的，也是亲日本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之前讲了我之前讲说，总统掌握行政权加司法权加 AIT。结果他没有动作，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呀，那个立法委员他有什么立法委员的豁免权，然后因为他的会期一期接一期嘛，他因为没有空档，要会期对吧？他的开会期间停下来的休会期才能抓他，他们故意一期接一期，但我把这个东西念给各位听不是这样的什么叫保护伞？它本意是立法委员的保护伞，本意是防止执政者利用司法手段在关键投票或审查期间恶意逮捕反对党立委，进而干预立法权的独立运作，这个才是这个什么保护立委的意义。但是司法程序持续中，即使立委享有在会期中不受逮捕的权利，检方仍可进行起诉，法院也能继续审理。
判决不受影响，法官可依判决处立为有罪缓刑或罚金。判刑确定后的处理，若立为被判有期徒刑且未受缓刑宣告，且判决确定该立委会丧失资格并入监服刑，如果涉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特定罪行如贿选，则会直接被解职。所以不要再帮赖清德洗地，说啊，他是因为他不办这些亲共立委，甚至就马文君这种啦，哈，严宽宏这种啦，其实什么傅昆萁这种都随时都可以抓起来，可以用我们的司法抓起来。所以很多人讲，哎，我的就是立法的保护伞，拍谁哦？我已经帮你把它讲清楚，我查了好几天，终于把这个东西查出来了。所以这个是说不过去的。行政权有多大，你们知道吗？行政权加司法权有多大？天下无敌的大，而且又还有美国在支持，你怎么可能受制于一个小小的立法权？甚至我的立法权，我还有可能去什么？去破坏他们嘛？你可以跟蓝白的暗通款曲一下。你其实这个东西你要过半并不难，但是我现在生气的是赖清德没有去做，一来公去走，但是失败我都认。他如果在努力的做这些事情，今天绝对不是这样的局势。所以为什么我的反应跟所有人可能不一样？因为我看得比较深入。你可以做的事情你没做，这是我今天持续2-3个月在批评你的原因。我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所以大家应该搞清楚哈。我们的诉求重点在哪里，好不好？我们话说回来哈，台湾现在其实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民主政治。为什么我这么说？我讲我大概听。现在蓝白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说在一个正常的台湾的民主政治的政党政治的竞争下的一个模式，你知道吗？它现在完全就是一个中共的在台湾的一个代言人，在中共在安插在台湾的一个要来扯你台湾后腿，要来破坏你台湾民主政治的一股敌对的势力。你怎么会去认为说蓝白是我们台湾民主政治里面的竞争的一环？它不是这样的，拜托好不好？它完全已经都招惊体啊！他们已经完全不是我们台湾民主政治的一环，它是中共已经完全渗透收买的一个境外敌对势力在安插在我们台湾内部的。你看他们做的任何事情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讲，马文君这是有够要求，有够俄罗斯，他长期都担任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嘛。有一届哦，他后来有被好像国防部有给他起诉了。人家那个国防部开那个秘密国防委员会议哈，就是国防部要有一些机密资料要给这些国防委员会的立法委员爱好很垮嘛，对吧？因为要审预算的嘛。然后规定哦，因为这太机密了，这中共处心积虑想要知道我们这个机密，所以拜托你们这几位国防委员，你们来这个会议室我们给你看的时候，拜托你们那个手机放在外口我就给你也用那手机录音或是给我拍照，对吧？照道理说，你若是一个正常的台湾的民主政治的一个政党政治爱台湾的一个立法委员，你一定是会尊重人家国防部的这个规定嘛？马文君不是呢，马文君是干，我管你去死了，我就是不愿意把手机放在外面，我就是要带进来然后那个国防部的那个工作人员没法度啊，就被他带进去，他真的就在那边拍呢。后来国防部为了这个事情，听说是有去法院有给他移送法办。你看，你告诉我，这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难道他是一个正常的台湾民主政治政党政治竞争的一个模式吗？不是嘛？因为完全是中共在台湾的一个敌对势力的安插在台湾的一股敌人嘛。那你对付敌人，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用你一个法律的常规去对付敌人呢？对付敌人，人家以色列那个内塔尼亚胡还是什么，人家那个总理，对不？人家多的是手段啊。所以你要把蓝白的这些立法委员视同中共在台湾的一个代言人，中共安插在台湾的一个敌人啊，你要这样去看他，所以要
总统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对付他嘛，对吧？好，这个徐思燕哈，你讲这个话觉得很可笑。你说他是在放长线抓小的干什么？还说什么立委有很大嘛？所以你在我这边就是白混了，你知道吗？你混了，你在我这边干嘛呀？你可以滚了，可以滚了。我们在谈什么？就是因为国民党过半，今天党的所有的总预算军购，把所有对台湾有利的全部挡住了，所以我们抓一个立委少一个立委，抓一个国民党立委他就少一个，国会我们就过半了，就不会有今天的困境。你妈你到我这边听那么久听不懂，你来外行新闻，你们直接把你 fire 掉。我跟你讲，蠢的要死，这讲这什么消委？听了我要我够受气，真正。为什么在我这边待那么久了，这种话还听不懂呢？好了，不跟你讲生气了，我跟你讲一件事啦。欧洲为什么没落？你要跟各位讲啊，全世界武器系统有2大系统，一是美国系统，其实一个是谁？法国系统。法国的武器系统是独立于美国，它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对，为什么？这个原因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专长是什么？可能没有人知道。拿破仑专长是数学，拿破仑超级热爱数学。而且尤其对三角函数他特别热爱，他加入过好几个数学团队、数学团体，所以他很爱画数学，所以他的炮兵打得特别准，全世界横扫欧洲没有人能够抵挡他，原因就因为他的炮兵他身边的很多数学家，所以炮兵怕就准嘞。然后这个风气延续下来，所以全世界的什么数学比赛的会议、数学比赛大会都是法国人举办的。所以法国人因为数学很强大，所以他们的国防很强，他们的武器独树一格。我不用跟你美国同样一个系统，因为我自己有做的科学家，我的科学家的最基础的数学是我们法国人的基础嘛，所以一旦跟美国对抗，为什么今天法国没落了？因为他引进太多穆斯林，这是欧洲共同的原因。引进这穆斯林的这些被讲脱谈了就开始继续在躺平，要福利，要开始生孩子，然后天天破坏你国家的什么国家的体制。这个所以说这么强的国家都挡不住左派的什么蹂躏。对，才几年啊，各位啊，立马看你说法国的没落才几年。对，当一个国家数学那么强的国家，照理说它对现代的什么 AI 应该是最强，为什么？这就是算法的问题嘛 ，AI 就是算法，对，算法模型的问题嘛。这应该是法国人最强的。可是你看他们的堕落到今天，在整个 AI 系统里面，法国那个总统不是跟台湾讲说，马克龙跟台湾讲说，我想跟台湾合作，我想得到你们台湾的 AI 嘛。蔡英文不说你去找找黄崇仁啊，就立基电的黄崇仁嘛。黄崇仁在台湾立基电不是在做世界，黄崇仁真的去见那个马克龙你跟马克龙讲说，你要用台湾的 AI， 你要跟台湾交往啊，你要跟我们这个整个台湾的系统，你要有所接触的交往，有交情嘛。对，因为我们的订单做不起，所以我们一开始一定先供应跟我们有交情的。其实所谓交情最后就是台商，就是所以台积电真的让我很放心，就是他们有在执行我们讲的什么晶片共济会这件事。全世界都拿不到台积电的产能。最后他们连我常讲Google 的 TPU 现在最新的那个晶片它是透过谁？透过联发科下单的。联发科帮他设计，他联发科下，因为他们我觉得 Google 这么大公司，我要跟台积电抢产能，没有啦，没裂婚，一个照了排，我的产能都排满了嘛，对不对？我哪有时间再排给你？所以现在就是说，全世界要拿台湾产能，都要透过现在跟台积电已经在有生物往来的这些公司下单，否则你插队插不进去。这个不就是我讲的共济会吗？晶片共济会吗？除非你台湾人，其他人我不一定要跟你做。你再大的什么 Google， 我嘛我还给你接你的东是吧？马斯克我嘛我还接你的东马斯克我不接你的单，这个事情才好玩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台湾已经真的掌握世界的脉动，世界的咽喉被台湾掐住了。但是我们要展现这个，我们去跟川普讲一句话你看全世界晶片都在我这里
可是我们没有去跟你威胁，我们也没有跟你涨价哦，我们还勤勤恳恳，天天一直在扩厂，就是为满足世界的需求。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最忠诚的供应链。所以你的有案外包，这些东西要有人去跟川普讲，人就是这样，川普一定知道，但是有人去跟他提醒的话，他会心里会有所感触。对，这台湾不是还对，一定要把它保护好。这个这么好的什么，这么高素质的供应链呢？但台湾人这么高素质供应，全世界没有中国只有一个稀土，就想要用稀土威胁全世界。台湾今天如果用晶片威胁全世界就好玩了，我跟你讲，但是台湾没有这样做，所以全世界对台湾的信任度会越来越增加。所以美国来保护台湾，我跟你讲，是他保护他自己。这是它的供应链，没错。所以我说我们要加入美国，其实很多人说不可能，因为你不了解国际局势，你也不了解台湾科技的重要。川普一定坐在白宫，天天在等，而且台湾人啊，今天这一群猪到今天都不知道我的心意，都没有一个团队来主张这件事情。对，我跟你讲，很多人就说你小心一定会有人来找你，就是不是川普就是赖清德会来找你。你要知道台美党。我刚才讲嘛，台美党就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对的世界形势成立，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而且我跟你讲国民党每天在台湾搞以美论，对不对？我跟你讲，喊得震天响，台美党这个时候就要跳出来，我们要带着台湾人往前，这个大喊这个亲美论要对抗他们要让美国能够真的听到真正台湾的声音，我们是要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我们是亲美的，所以要从这个524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活动，大家要展现出来，我们要捍卫我们台湾的价值，我们要亲美对抗他们那个以美我们现在老是听到那种以美嘛，就喊你的听到讲想讲我们要亲美，对，就我们从台美党开始。从524这个活动开始，我们大喊亲美，亲美，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对啊，这个真的需要我们站出来，真的需要。因为你两个期待赖清德，我觉得我想了他应该不会做了，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他身边都是比他差的人。今天我讲这句话我接受公平，他身边哪一个比他好？没有比他好，他身边比他烂都比他差，什么潘凤安什么的许国勇什么的周龙泰，哪一个比赖清德厉害？如果是我们我们一定把全台湾最优秀的人放到台面上，我们退居幕后，这个才是政治家用的都是一些比较差的人，所以他今天的政绩这样是一开始你就应该看得懂，没有一点都不奇怪，还有这个。这个燕虎70块抖内谢谢，他说会不会是职业学生及其他致命的把柄？国民党立委都知道匪谍马文君、高金素梅罪行才会不了。讲到这个，来，我突然想到那一天一个也是台派的朋友，他拜托我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讲，可是我想一想，我不知道这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骂我。他说秘书长，你拜托，你看国民党进前伫台湾一党独大的时候，是咪搞迄白色恐怖？迄人稍微一个安怎，互伊怀疑，伊就讲抓去绿岛关，对吧？我们台湾人承受了那么多的在白色恐怖时候的那些苦难。他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要支持赖清德总统，动用一些他总统的职权，可以搞宣布一个什么？如果真的台湾已经尤其这个军购一直不过的话他说叫我一定要在节目讲，要拜托赖清德你去找一些法条你有总统这职权，找一些法条，似是而非都没关系，你要宣布台湾进入紧急情况啦，把这些国民党这些都不熟狗的整天跟共产党在那边勾勾搭搭的这些都抓去绿岛，让他们尝一尝恁当初国民党安怎对付我们台湾人，把我们抓去绿岛关，恁怎么折磨我们的，让他们也尝一尝当时的白色恐怖我们台湾人被他们折磨的那种痛苦啊，你知道吗？所以我想一想有道理真的所以赖总统这个代志我来讲一下我觉得不需要了，因为你这样子讲全世界都反对。
你用正常的法律就可以治这些人。我刚刚已经把那个念出来了哈，不是你立法委员就有全部免责权了，他有很多条件之下他是没有免责权的。也就是说，赖清德，例如就简单的高金素梅抓人，其实他国民党有犯罪了，这些人全部抓起来。我用法律抓起来，我不是我没有用什么，我们用非法行为，我是用合法的行为下把这些人抓起来。他就不过半了嘛，今天所有危机就过去了嘛，哪有那么困难？这就是我说，并没有那么严重啊，只是有人不作为，有人不作为的情况，好像在帮共产党在什么瘫痪台湾。这个是我为什么这么生气的原因。我今天支持他那么多年了，我今天开始跟他翻脸的原因就在这里。不是，来金漳，我跟你讲，这个我也听到我们的铁粉私下跟我讲，他说他的看法。他说金漳在大陆经商20几年，一起新力量，所以他在商场上经过多少那个风花多少那个波澜，对不？他经过多少的那种磨难，所以他非常懂得怎么样去对付他的竞争的对手，甚至在他商场上他的敌人，对不对？所以他把这一套经验用来这个政治上。所以他非常灵活，他怎么知道去对付这个中共？他说秘书长，你爱这样想啦，咱赖总统哦，他真的是好人，他没有经历过经商的这个人生的过程，他的人生求学就是一路很平顺的，然后最好的学习结束之后，也就进入政界嘛，对吧？然后我记得。赖总统是从国大代表在几楼走起来，所以他是没有经商的经验，所以已经不懂的那个什么尔虞我诈，或是说用那种各种像我们的做生意对付我们的退休我们也会有一些我们商场上的一个技巧可能赖总统这一方面真的比较没有经验。那赖总统的幕僚呢，嘛没人去给教这，对吧？这个我跟你讲，对付那个敌人，对付那个国民党的。规刚刚中共到底呢你真的要有一点小手段尤其你总统有掌握那么多资源，对吧？你讲这恐怖他派鸟的啦，势力啦，威胁利诱啦。听下这恐怖嘞！那一个总统说什么都不懂我们在算你们中下。我讲这啦金漳来做总统用经商威胁利诱，伊绝对给大家一定要活跃，把国民党修理跟金色色啊！我相信。真的，我讲了我真的有一天我们执政的话，你这些亲共的那种推搞绝对修理跟金色色。你干呢？我穷尽一生就是要追杀你们这些人，我告诉你，你信不信我？是吧？所以说并没有那么难，我也很困难，好不好？然后以色列那个摩萨德的，你知道吗？人家以色列那个摩萨德，他们。之前在慕尼黑那个奥运的时候以色列的代表团不是被那恐怖分子整个绑架嘛、杀害嘛？你知道以色列回来以色列开了一个会，他们的政府就责令他们的那个叫摩萨德那个情报组织说我们以色列在那个什么慕尼黑被这些恐怖分子杀害的这个仇呢？这个一辈子都不能忘记，所以这些当初怎么计划去杀害我们以色列这些运动员的这一些人，所有的人追到天涯海角，绝对都要全部给他斩杀掉。所以他们花了10年的时间，一个一个把当时计划去迫害、杀害这个以色列运动员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恐怖分子一个一个花了10年才全部把它全部干光。我跟你讲，我们台湾要展现这样的一个气魄出来你敢对我们台湾怎么样？我告诉你，你不是中共而已是在台湾的中共的同路人，我都不会放过你的啦。强硬是个非常难得的特质。对，台湾不要再不要找那种温文儒雅的总统，因为台湾现在是战时，对，现在不是平时，我们需要枭雄。赖清德适合太平时代，如果以前这种战士，他确实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我已经发现了加一饼60块斗内，后来跟人已经超过34分了到今天为止的到现在到这里为止，我还是希望各位把我们5月24号的事情传播出去的。对了，这几天台湾人的展现实力的时候啦，卖红跨水小。
你如果不愿意出来，那就等着被人家看水小。简单嘛，对我都要讲了哈，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人要展现我们要对抗中共的决心啦。哦，输人不输丁，我们是反共对抗舔共啊，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最后要求拜托大家哈，先帮我点赞一下，好多人点赞，谢谢，好的，谢谢，感恩，我们下个礼拜三再见，谢谢大家。今天讲了超过30。